你知道在封神榜中谁的实力最强吗？我看肯定很多人会说一气化三清的太上老君、大地之母女娲娘娘，还有以一敌四的通天教主，但其实他们都不是，甚至女娲娘娘都不能上榜。为此我查阅了大量资料，盘点出10大封神高手，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10，孔宣。孔宣乃是创世之初得道之孔雀，在封神榜时任殷商元帅。他的实力就连阐教第2代弟子燃灯道人都拿他毫无办法，只有准提道人出山才可以收服。当时孔宣与燃灯单独正面交锋时，面对燃灯的首座法宝定海珠时，竟然毫无压力。要知道定海珠可是燃灯的第1法器，由此可见孔宣的实力远高于燃灯。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孔宣毕竟未经正规教育，师出旁门左道，实力难免不及多宝道人、路亚道人等高手，因此在排行中只能屈居末位。第9，多宝道人。多宝道人是通天教主4大弟子之首，在截教中的地位是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在故事中镜头不多，名气却极大，一出现便是射诛仙阵的大阵仗。在多宝道人面对12弟子中最强大的法宝翻天印的时候，也仅仅只是被打了一个跟头而已。如果是一般的仙家，早被打死了。翻天印可是12大弟子中最强宝器，此宝要聚集老子、元始、接引、王母4把宝器才得以收复，可见多宝道术之高深。多宝道人最后被西方教主等人挖了墙角，成佛之后法力大增，可惜的是在封神榜中不能完全展现其能力。第8，路亚道人。关于路亚有这一段话描述：先有盘古后有天，路亚道君还在前。路亚道人可是封神中最神秘的赛仙，出场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自称闲游5岳、闷气4海的野人，曾帮助武王伐纣，并携阐教斗截教，后来归隐山林，不为人世。其道术一流，独门自创的斩仙飞刀和钉头7剑书2大杀器，一旦使出就令目标死亡，全书没有失手记录，被混元金斗捉走，能自行逃脱。战孔宣时虽然吃了点亏，但也能化长虹而去，且2次被擒的原因都因为没有能及时祭出法宝，简直是封神全文中来无影去无踪，神一般厉害人物。排名第8应该没有异议吧？盘点封神榜中10大高手，今天他来了。第7，金灵圣母。金灵圣母法术高超，是通天教主的4大弟子之2，万仙阵上以一敌3，对付文殊、普贤、慈航道人且不落下风，最后被燃灯道人偷袭身亡，可见实力超群。要知道燃灯在10绝阵的时候，作为元始天尊任命的诛仙领袖，带领12大弟子，可见是阐教门下的首座人了。燃灯尚且不敢挡其锋芒，只能以多打少，还要靠定海珠偷袭。从这就能看出来，金灵圣母不愧是女仙中的首座，实力不容小觑。第6，接引道人。接引道人是西方教的大教主，准提道人的师兄，其法力高深莫测，也是混元大罗金仙级别的人物。还有4件强大法宝：念珠、荡魔杵、青莲宝色旗，还有12品莲台。这些法宝单拿出来都是毁天灭地的存在，而他一个人却拥有了4件，这还让其他人怎么玩？他还曾和准提道人一起帮助阐教元始天尊攻打截教的通天教主，还破了他们所设的诛仙阵和万仙阵。不仅如此，还打败了归灵圣母的法宝，可见其实力不一般的。第5，元始天尊。混沌未开之时，元始天尊曾以盘古巨身开天辟地，因此都称元始天尊为主宰天界之祖，在宇宙诞生之前便已存在，所以尊称他为元始。在无量劫数来临之时，他用玄妙的天道来教化众生，故而尊称他为天尊，是道教最高尊神3清第1位尊神。作为3清的至尊，他的地位虽然极高，但是出现的时间却比较晚，并且晚于太上老君。大概由于这个原因，他在封神演义中的表现并没有很亮眼，只能委委屈屈排个第5名。第4，准提道人。准提道人是西方教教主接引道人的师弟，说是副教主也不为过。他们2人莲花得道，开创了花开见人人见我的极乐世界，修为与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一般，都是混元大罗金仙，在封神里的地位仅次于圣人之师的红军老祖。准提法力神通广大，拥有7宝妙术、加持神杵、6根清净竹等强大法宝，收蓬莱岛法界、骷髅山马元、金鸡灵孔宣，破通天的诛仙阵，降服乌云仙，为阐教文殊、广法天尊等人开泥丸宫，实力非常强大。你知道封神榜10大高手都有谁吗？现在就带大家了解一番。第3，太上老君。或许有很多人不理解，太上老君真的有这么强吗？还真就有这么强。相传在混沌时代以前，那个时候盘古还没有开天，有一个非常渺远的玄黄时代。太上老君在玄黄时代就拜在名师红军老祖门下，修成大道。到混沌时期，元始天尊与通天教主才刚刚入门，盘古大神刚刚孕育，可是这时候的太上老君就已经修成大道，成为圣中之圣。故此，太上老君的修为远超元始天尊与通天教主，是3圣第1人。在诛仙阵中，老君曾经一气化3清，画出的每一道分身
都能与通天教主抗衡。若非太上老君手下留情，诛仙阵与万仙阵中都没有祭出顶级法宝太极图和烽火蒲团，仅仅是以扁拐对阵，通天教主早就被捉走了。看到这儿，难道还有人说太上老君不强的吗？第二，通天教主在诛仙阵上，老子先进阵探虚实，一气化三星，三个虚象分身加自己围住通天教主，给了通天教主一个下马威，打了通天教主几拐杖。看上去老子法术过人，其实不然。通天教主同时与老子和三清共4个敌人对阵，好一段时间才落下风，实力可见一斑。而虚象不能伤人，老子只打得通天几下，通天势必明了其中究竟，其后胜负难说。而且后面的事实是，老子、元始、接引、准提4人围攻通天教主1人，通天教主奋起神勇，以1敌4，后来被打也得以脱身。2大战役，2位师兄都要请来西方的接引、准提2位顶级高手来助阵，因此通天教主排名第2是毫无疑问的。第一，红军老祖。红军老祖作为天下道术的祖师爷，排名第1无可争议。大家都知道他的3个弟子：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，他们创立3教，尊为教主。那么红军老祖可谓桃李满天下，作为这3位大神的老师，实力绝对非同一般。鉴于一代不如一代的规律，红军的实力可想而知。除了会教徒弟，他本人也是无上大道，不参与世间因果，不偏袒任何事物，万物与他不过鸿毛，除道之一字之外，都不足以形容他。所以他排在第1是绝对的当之无愧。